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Vogue 官宣赵今麦000花格局彻底洗牌，张子枫闻其书在哪了 ？Vogue 官宣赵今麦其实不只是一个封面搞大牌面，而是把00后小花这盘棋直接给掀桌子重来。时尚圈这回像是跟内娱说，咱以后不玩虚的，就看谁真能打。说实话，我看到官宣那一秒，第一反应不是哇好美，而是心里咯噔一下，嗨，这回00花里真分出层次了。Vogue 是什么地儿？圈里人都懂，5大刊之首，能上正刊封面的，基本就是顶流里的顶流。这次是 Vogue Vacation 企划，但别被 Vacation 俩字糊弄了。康泰那是自家出的特刊，拍摄团队、审美体系跟正刊一条线，差的不是级别，是方向。正刊偏典礼红毯那一挂 ，Vacation 更像给年轻人开的后门，会过日子又有质感的，欢迎您进。赵今麦这一回，等于没走红毯那条老路，直接拐进生活方式赛道。预告照一出来，我真是盯着看了半天。一身米色风衣配阔腿裤，头发被海风吹得有点乱，妆淡的快看不出修容，镜头拉近，眼神干干净净，不谄媚也不端着，那种感觉就是我来工作，不是来给你们表演我多红。而有意思的是，谁能想到先被 Vogue 这样看中的00花，不是一直被喊电影咖的张子枫，不是演技被夸了很多年的文淇，也不是被大导演力捧的刘浩存，而是赵今麦，这个在剧里总是看着很真的姑娘。我就纳闷了，这2年内娱不是最喜欢那种一夜爆红的爽文剧本吗？动不动就从小胡到顶流，资本一推，咖位就上去了。可赵今麦的路子偏偏是不急，他从童星干到现在22岁，一路碎步往前走。翻一翻他的履历，《少年派》里的林妙妙，我记得特清楚。那会儿他还没现在这么时髦，脸上有婴儿肥，台词节奏有点快，有点冒失劲儿，但就是一股子真。那种真，恰好是青春片最难演的。很多演员演少女，要么瞪大眼装可爱，要么端着演人间清醒。他是那种你一看就像隔壁班同学的。在往后开端报的时候，多少人是看完才反应过来，这个女主不是演过林妙妙吗？李诗情那个角色挺难讨好人的，一不小心就会演成神经质女主，而她演出来的是一个害怕也挣扎，但越来越硬气的普通人。整部剧靠循环重来，她的表演也一圈圈往里拧。今年在暴雪10分播完，我身边很多直男朋友开始主动跟我提赵今麦，这就挺说明问题的。因果这个角色说好演也好演，女主滤镜往上一套，柔柔弱弱，需要被保护，观众就能磕。可她身上那点倔，那种明明怕受伤，还是往前迈一步的劲儿，把这个人演得活了。你看啊，她这几年几乎没啥烂剧，电影票房拿过一番破亿，剧集里也有豆瓣8分往上的作品压阵。很多演员是要么只看流量，要么只看口碑，他这边是2只手都不空。Vogue 会选谁，真不只是看谁热搜多，而是看谁经得住往回翻。网上有人酸，说 Vacation 又不是正刊，有啥好吹的？我听见这种话就想笑，懂不懂时尚另说，起码你的翻翻最近几年 Vogue Vacation 都给了谁？带货能力差的，路人缘差的，真不太会出现在那儿。人家做的是生活方式内容，你的让普通女孩看了愿意照着学的那种。而赵今麦这路子，恰好踩在 Z 世代女生的审美点上，不刻意，不工具人。不用每天端着女明星姿态，你看她平时路透，穿衣就很随意，一身宽松卫衣配牛仔裤，扎个马尾，
走路有风但不晃悠，就是你在地铁上真会遇到的那种大学生。说到底 ，Vogue 这回给出的信号特别直接，他们不稀罕一个只会在红毯上抢镜的时尚花瓶，要的是在剧里能撑住角色，在现实里不油腻的年轻演员。时尚圈其实特现实，你火可以，但你得有人设稳定度。今天粉丝夸你仙女，明天黑料一出塌房，他们损失最大。你说巧不巧？官宣时间刚好卡在暑期档前。赵今麦后面有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，这种现实题材剧要上，还有悬疑电影在路上。这波操作，我真怀疑是团队憋了好久的组合拳，一边用作品抢话语权，一边用时尚封面讲我已经不是小姑娘的故事。而横向一对，比味儿更足。张子枫是那种从小就被盖章实力派的，文琪也是拿奖拿到手软的类型，刘浩存则是站在导演喜欢的那一端。赵今麦原来在这几个名字里存在感其实没那么强，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停留在那个演开端的。现在不同了 ，Vogue 一官宣，等于拿着大喇叭喊“000花”这桌牌，咱得重新洗洗。谁能同时打影视、时尚、路人缘这3条线，谁就更往前一步。咖位这种东西，不是粉丝在评论区吼2句就能尝出来的，是要靠这种被主流平台点名的机会往上垫。我觉得吧，这波真正赢的是一种新的女演员模板。以前我们说女明星上大刊，脑子里自动跳出来的是那种瘦到脱香，打光打得脸都发虚，穿衣要多夸张有多夸张的画面。现在你看赵今麦，衣服松松垮垮，人整个人是放松的。他传递的审美不是我多完美，而是我挺自在。话说回来，这种自在感不是靠装出来的，他这些年低调的过分，没啥炒作恋爱，没啥上节目刷存在感，也没见他隔3差5发长文说演员好难，人家就老老实实拍戏，偶尔营业，还挺自然。你说在一个动不动就塌房的时代，这种不作妖的稳定有多稀缺？有圈内朋友跟我说过一段小八卦，说是品牌方选人时会专门看一个演员的舆论曲线，有没有大起大落，有没有莫名其妙的负面。赵今麦这种曲线就特平，没啥惊吓。对时尚圈来说，这种人就一个词：靠谱。而我自己做媒体这么多年，看的最多的就是那种红毯走得飞起，作品烂得一塌糊涂，还动不动就想拿时尚资源遮羞。说真话，这种风气早晚要被反噬。观众又不傻，穿得再好看，演技一垮，骂声照样上来。你再看赵今麦，他是从作品里长出来的时尚感，而不是从柜子里挑出来的。有意思的还在后头。现在大家都爱讨论000花格局，谁咖位高，谁资源强，谁能接班90花。以前说这些多少有点空，现在 Vogue 这一锤子下去，标准突然清晰了。你能不能让跨圈层的人都服你？不是粉圈内循环，而是路人、品牌、业内3方都点头。对普通女孩来说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，它提供了一条新的想象路径。你不用长成那种盛世美颜，不用每天营造人间富贵花，也能靠认真干活，保持清醒，走到巨头封面上。Vogue 这回其实在说，我们认可这种普通又清醒的美。说到底，我更愿意把这次官宣看成一个分水岭，不是说从今天起所有品牌都要选赵今麦这种类型，而是内娱会慢慢意识到，靠热搜、靠炒作堆起来的虚火，撑不起真正长线的时尚合作。真正有安全感的选择，是把筹码压在那些拍完戏就回家的年轻人身上。至于000花的格局会不会变天，咱别急着下定论。
江湖一向是流动的，谁笑到最后，还得看作品说话。不过有一点，我敢现在就写在这儿 ，Vogue 这一次是先压了一把稳定的未来，而赵今麦就是那张被翻到台面上的牌。未来会怎么走，谁知道呢？但起码今天看到一个安安静静拍戏的小姑娘，被5大咖之一正式拥抱，我心里是挺舒坦的。内娱这锅汤里，总算飘出来点不那么油的香味儿。至于后面会不会越熬越鲜，就看他还能不能一直这样稳着来。说完了，我先替麦麦把未来可期4个字按下收藏，留着以后对照着看呗。